开始跟着我唱歌。只是个孩子。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飞机上总有一些小朋友特别乖巧懂事，而有些熊孩子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今天我就要分享我朋友小然的亲身经历，给你们看看这两种小朋友背后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小然是东航的一名资深空姐，飞过无数航线，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乘客，也遇到过各种不同家庭教育下的孩子。他从台湾的航班中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让人惊讶的小细节，简直被台湾小朋友的素质震撼到了。他以前根本没想到，原来孩子之间的素质差距能这么大，尤其是和大陆的小朋友一对比，差距简直天差地别。为什么会这样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然吧。以下会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我是小然，一名东航的资深空姐。每次飞完航班，和同事们总爱讨论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乖巧的小孩，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些我的亲身经历，讲讲台湾小朋友的暖心举动，也有一些让我哭笑不得的大陆小朋友的行为。说实话，台湾小朋友的表现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甚至有点自愧不如。那天我乘坐的航班从上海飞往台北，天气晴好，机舱里异常安静。正当我忙着走动检查座位时，一位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大概7、8岁，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短裤，头发微微翘起，眼睛透着一股沉静与聪慧。他坐在父母旁边，看起来特别安静。我心里还在想，这么乖巧的小孩真是难得见到，难道这就是台湾家庭教育的魔力？一上飞机就开始跟妈妈一起检查座位上的安全带，然后乖乖的系好。父母也很耐心的和孩子讲解机上的安全须知，孩子们认真听着，不吵不闹，表现得像个小大人。我甚至还看到那个小孩在机舱内走动时都是轻声细语，不打扰任何乘客。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经过我身边时都会低声地说一句谢谢。看到我忙着服务其他乘客，他会自觉等一等，等我服务完了再跟我打招呼，笑得特别灿烂。你能想象一个7、8岁的孩子能这么体贴别人吗？而且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在飞行过程中几乎没发出过声音，坐着玩着自己的玩具，偶尔翻翻杂志，真的是静得像小成人。我心里不禁感叹，台湾的教育真是让人羡慕。那种温文尔雅、礼貌待人的行为，真的是从家里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临时练习的。不过这只是开始，很多航班上的细节更让我震惊。我记得我第一次飞台湾的航班时，有一次我在过道上正半蹲着在和一位乘客交流，突然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我转头去，看到身边站着一个5、6岁的小女孩，留着齐刘海，样子很可爱，大眼睛望着我，凑到我脸旁边，低声问：阿姨，你是不是在帮大家准备饮料呀？我可以等一下吗？看样子应该是要去洗手间，而我刚好挡在了过道上。那种礼貌和耐心真的是让我很震惊。大家想想看，这样的孩子才5、6岁，能有这样的举止，是不是太让人感动了？声音还那么小，就是小心的避免对周围乘客造成打扰。随着我飞往台湾航班的增多，我越来越留意台湾小朋友的举动。说实话，每次都让我印象深刻，你知道吗？我曾在一次航班上遇到一个台湾小男孩，他看着周围的座位，看到空座位有些东西掉在地上，他不假思索地捡起来，递给了空姐，说：阿姨，这里有垃圾要收拾。这样的举动不仅仅是出于对服务人员的尊重，更是对公共秩序的一种维护。还有一次，记得那天航班上有一对带着孩子的台湾夫妇，小男孩大概只有5、6岁，个子不高，眼神却异常明亮。他穿着整洁的衬衫和裤子，笑容灿烂，朝我走来时
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那种无忧无虑但又充满好奇的光芒。当时我正在收拾登机口附近的座位，他看到我忙碌着，竟然主动走过来，轻声说：阿姨，你辛苦了。这种礼貌的用语让我瞬间愣住了。虽然我作为空姐，每天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乘客，但很少有小朋友在这样一个场合主动说出这句话。也许你觉得这没什么，但在我眼里，这个小小的举动却充满了温暖和教养。看到这个小男孩如此懂事，我不禁回头观察了一下他的父母。那对台湾夫妇坐在他身边，尽管并没有过多的言语直言，但他们的行为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当小男孩有需要时，他们会迅速给予帮助，且从不急躁或生气。每一次回答都带着温柔和关心，不厌其烦地为孩子解释。最让我震撼的是，这个小男孩吃完了饭后，自己把餐盒收拾好，然后拿起一张湿巾纸，小心翼翼地把桌面擦了几遍，然后再把餐盒放回了餐桌上。这个举动真的让我无比惊讶，他自己不用父母提醒，一切都井井有条。我心里想，天哪，这孩子在家里肯定受过良好的教育。通常我们遇到的小朋友，要么吃完东西就丢在桌子上，要么就是随便乱丢，完全没有这种细致的自我管理。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个小男孩居然主动把自己的垃圾递给空姐，说：阿姨，我的垃圾可以给你吗？他甚至还特意小声说：麻烦你了，谢谢。这一番举动直接让我哑口无言。真的是一个5、6岁的小朋友，居然能够这么礼貌地对待别人，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什么是家教的力量。在一次飞往台北的航班上，我看到一个大约7岁的小女孩坐在她妈妈旁边。飞机起飞后，周围的乘客都在忙着整理行李和调整座椅。这时，小女孩突然转过头，轻声对她妈妈说：妈妈，我的座椅靠背好像有点太靠后了。然后小女孩便轻轻推回座椅靠背，确保它不会影响到后面的乘客。妈妈笑着点头，显然她对女儿的行为已经习惯了。这样自然流露的礼貌，真的让我感到十分温暖。这样的细节背后，是台湾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公共礼仪的重视和培养。还记得有次飞行中，机舱内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晃动，一些乘客表现得有些紧张。突然，我看到一个台湾小男孩紧紧抓住自己母亲的手，静静地坐着，不发一语。他的妈妈低声安慰他说：不要怕，飞机是很安全的。小男孩点了点头，紧紧握住妈妈的手。等到飞机平稳后，他轻声问：妈妈，是不是遇到气流了？没事吧？这种冷静和自信是他从小在家里培养出来的，能够在突发情况下保持冷静，表现出成熟的思维和情感调控。台湾小朋友的这种表现，让我不禁想起了大陆的一些熊孩子。你知道吗？有时候飞行途中，我几乎快被一些小孩的行为弄崩溃了。是不是你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小孩完全不管别人，吃零食吃得满座位都是，嘴巴里嚷嚷我就喜欢吃这个口味，然后就是在座位上扯拉座椅，踢前排的椅背，好像飞机就是他们的游乐场。我真想问这些家长，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到？还是觉得让孩子放飞自我就好？有一次，航班上一位小女孩坐窗边，一直用力敲窗，整个人几乎贴在玻璃上。旁边的乘客提醒她家长小心，谁知她的妈妈居然回了一句：你烦不烦？飞机都能飞起来，怕个窗户。当时我真想冲过去告诉她，这是飞机，不是游乐场。有些孩子一言不合就大哭大闹，吵得整个机舱都摇摇欲坠，而家长却不管不顾。记得有次，一位小男孩刚上飞机就站在座位上，指着电视屏幕的画面嚷嚷：我要这个，要那个，完全不管其他乘客的感受。我轻声提醒小朋友不能站在座位上，飞行时要保持安静。结果孩子回了一句：你是老师啊，我就不听。
我简直崩溃，难道家长觉得这样叫个性？一味纵容孩子就是爱。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位家长居然还笑笑，哎呀，他还是个孩子啊，不是还没起飞吗？只是个孩子，我不爱吃鸡腿，必须吃。他只是个孩子。大过年的把面到我头上，还有王法吗？他只是个孩子。周小雨，你无法无天呐！他还只是个孩子，他还只是个孩子，他还只是个孩子，他只是个孩子，是个孩子。这不是纵容，是溺爱。看到这种情况，我有时候真想大喊，这是公共场合，不是你家里的棒床。你们知道的，作为空姐，在大陆接触到的孩子群体真的是五花八门。记得有次在从上海飞往某城市的航班上，我遇到了一对父母带着的小孩，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你们知道吗？那孩子上飞机后，一路上哭闹个不停，甚至在登机口就开始大声叫嚷，我要喝水，我要玩游戏。更离谱的是，飞机刚起飞没多久，他就开始把座位前的娱乐系统调得一团糟，硬是把座椅上的显示屏换成了花花绿绿的画面。然后他就开始大声喊，这坏了，我想看动画。最让我无语的是，他的父母不仅没有劝阻，反而还在旁边打起了电话，完全不管孩子在干什么。于是那个小朋友不仅吵到旁边的乘客，还让我们其他空姐也特别头疼。我们去提醒他的时候，他居然还不高兴地嘟囔，你管我干嘛？哎，这种场面你们能想象吗？说真的，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真的很无奈。更让我无奈的是，很多时候这样的情况在大陆航班上都能见到。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家长们通常不会严厉制止孩子，反而会说，哎呀，孩子吗？没事的，你知道吗？这种惯坏的方式真的是让人看了心里一阵苦涩。最后，我真的希望大陆的家长们也能向台湾家长学习一点点，好好教育你们家里的宝贝，让他们学会尊重别人一点，体谅我们空乘的辛苦，学会自立一点，哪怕只学会安静守规矩，我们的飞行环境都会好太多。听完小然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反正我是真的感触很深，忍不住想跟你们聊聊我的看法。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同样是孩子，台湾的小朋友能有这么高的素质，而大陆的小朋友则表现得有些任性呢？这其实和家长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在台湾，家长通常会以身作则，培养孩子在公共场合的自我约束力。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是强制的，而是潜移默化，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懂得尊重他人，知道礼貌，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台湾家长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的是教会孩子做人的道理，而不是单纯的功课成绩。就像有些台湾父母，他们会和孩子一起读书，一起做家务，讨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甚至就连吃饭时也会提醒孩子，请拿出餐具前先给别人倒一杯水，让孩子从小明白这些小细节是日常生活中的礼貌。而在大陆，有些家长在忙于工作、生活压力的同时，孩子就被单纯的放在学习上。很多家长把听话当作最重要的标准，很多时候要么过于严厉，甚至粗暴，孩子一不听话就训斥一顿；要么过于宠溺，什么都满足孩子，任由他们胡闹，完全忽略了孩子在行为规范和社会礼仪上的教育。
久而久之，孩子们变得不懂得如何在公共场合与人相处，甚至习惯了通过发脾气来表达自己的需求，而没有学会如何妥善沟通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差异背后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教育理念。在台湾，父母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从细节入手，培养孩子成为一个温暖、有责任感的个体。他们注重的是孩子在社交和行为上的素养，力求让孩子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能够表现出良好的教养和自我约束。相对来说，大陆的教育则更多聚焦在学业成就上，孩子的学科成绩、升学压力成为父母关注的焦点。至于如何让孩子在公共场合不打扰别人，如何在社交场合表现得体，似乎被忽视了。你干什么？啥呀？你再把我孩子吓着了！小朋友，你故意的是吧？我说你们做家长能不能好好管教一下自己的孩子？一个大人还跟小孩计较啊？哟，他才多大呀？你多大了？再说了，你没小孩啊？你没父母啊？好，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我惹不起你们，跟你们计较。哎，你干嘛去？妈妈，我无聊，我想去玩。那你小心点，别磕着了啊！去吧。善说。还有一个隔代亲的问题，在大陆，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几十年里，独生子女成为了家庭的普遍现象。由于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和祖辈都把所有的宠爱和关注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局面，往往会让孩子在家里变得非常自我中心，觉得世界围绕着自己转。于是，孩子从小就习惯了无条件的宠溺，什么事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是任性和不讲理的行为也能得到宽容。而这种溺爱背后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中，也往往被带到外面的社会中。孩子在家庭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就容易变成熊孩子，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便开始大哭大闹，甚至表现出不尊重他人、不体谅他人感受的行为。因为在家里，他们从未经历过拒绝或管束，所以在外面自然也无法理解什么是社会规则，什么是自我约束。反观台湾，虽然台湾的家庭也非常宠爱孩子，尤其是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辈，但台湾的家庭教育更加强调尊老爱幼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台湾的家长们不仅教孩子知识，还注重培养孩子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在台湾，祖父母虽然疼爱孙辈，但他们更强调教孩子如何尊重长辈，如何体谅他人，并且会通过言传身教来培养孩子的自律性。台湾的长辈会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不仅仅是无条件的溺爱，更是一种责任和约束。爷爷奶奶会教孙辈尊重父母、关心他人、了解社会规则，这些传统的教育理念在台湾家庭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例如，台湾的爷爷奶奶们不会过度溺爱孩子，如果孩子表现得过于任性，他们会及时纠正，并告诉孩子为什么这种行为不合适。而且，长辈们非常注重在孩子面前树立榜样，教导他们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表达感恩，如何礼貌待人。这种以身作则的教育方式，使得台湾的小孩从小就懂得尊重和体谅他人，知道如何在公共场合保持良好的行为规范，甚至在外面也能展现出令人惊艳的礼貌和成熟。而相比之下，大陆的孩子在这种隔代亲的环境中，容易被宠坏，表现出更多的自私和任性。无论是家庭聚会中的霸道行为，还是在外面公共场所的熊孩子表现，往往都源自于父母和长辈对他们的宠爱过度，缺乏有效的行为引导。父母和长辈的纵容，反而让孩子缺乏了应有的自我管理能力。
也容易忽视对他人感受的体察。干什么呢？你家孩子把我车划了。没看到啊？再说你一大人跟一孩子一般见识干嘛呀你？有没有素质啊你？真是。这真美。哎呦，不好意思啊，你别跑。这种教育上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行为表现上，更深入到文化的传承和家庭的价值观。台湾的家庭教育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家族的和谐与互敬，孩子从小就懂得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大陆的独生子女家庭，往往因为过度宠爱和溺爱的问题，导致孩子在家庭中成为宠儿，在社会中却变得难以适应，表现出种种不文明行为。说到这里，大家可能都明白了，其实孩子的素质问题背后最大的问题是家庭教育。台湾的家长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健康、更规范的教育，孩子也因此能在公共场合保持良好的行为。而大陆的家长要么偏向严厉，要么过于宽松，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孩子的行为。所以作为家长，我们不仅要给孩子物质上的满足，更要在精神和行为规范上多下功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更加自律、有礼貌的孩子。希望每个家长都能从台湾家长的教育方式中汲取养分，为孩子们的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好了，说了一大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欢迎给我留言，一起分享你在台湾的美好经历。最后，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吧。